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先歡迎到場來賓前立委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持續記得要幫我們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呢，先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熱推，或者是有看到熱推鍵的話，直接幫我們按下熱推2個字，並且幫我們的節目點讚。或者是呢，在留言板上面留言給我，寫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那麼我也會親自來回復大家所在地，跟大家做更多的互動。昨天整理了一下，有非常多的觀眾朋友，我們的觀众可以說是來自於全世界各地。稍微念一下這幾個地方，非常多的觀眾朋友都有留言：馬來西亞新山、檳城、雪蘭莪、吉隆坡、沙勞越、怡保、新加坡、香港、緬甸多倫多，還有溫哥華、德國深圳、台中新竹、高雄、台北、嘉義、澳洲墨爾本、日本千葉、美國的費城、華盛頓、泰國清邁、英國倫敦、墨西哥、斯里蘭卡、印尼爪哇、德國法蘭克福、阿聯酋、杜拜、非洲莫桑比克、汶萊、巴西、西班牙的巴塞隆納、馬尼拉跟阿根廷、荷蘭。謝謝觀眾朋友，這麼多的觀眾朋友湧入哦，給我們這麼多的支持跟留言，我們也會繼續的加油。那麼今天節目一開始會持續的帶觀眾朋友來關心這一場美伊戰事，說好的第2輪談判，結果在這個時候川普又說了。川普延長停火，但是他也說了他不想要停火。伊朗則是嗆說你是要準備突襲吧。於是呢，我們在這個時候關鍵時刻看到《紐約時報》在這個時候點出了伊朗手中有4張的新王牌還沒有完全的祭出來。現在呢，這4張王牌是會指導全球命脈的這一場中東對峙，接下來如何發展？趕快來關心我們今天的節目。先來看到川普在21號剛剛說了嘛，這個他說要延長停火，第2次談判也沒談成，所以呢，他怎麼說呢？他說要等到伊朗提出一個完整統一的方案。所以呢，美方現在會來暫緩軍事的攻擊，但是呢，海上封鎖仍然會持續。他還說呢，美方已經做好了所有的軍事準備，我不想要再延長停火了。美國財政部長則是說呢，現在伊朗的經濟已經受到，因為我們美方在港口的封鎖，所以呢，它的儲油設施都滿了，這個油運不出去，已經重創伊朗的經濟了。看起來伊朗方面則是沒有在害怕的，還笑還酸。美方是各說各話哦。伊朗的高層顧問這位是誰呢？穆罕默德。他說呢，他從來沒有要求過要延長停火，而且他說失敗的一方沒有資格來去談條件，指的就是在諷刺美國。那麼伊斯蘭革命衛隊最新也警告說，如果這場戰事持續的進行，而且呢，波斯灣鄰國如果爆發了從這邊來的攻擊的話，他會終結伊朗的石油哦。並且呢，一旦開戰，會讓美國跟以色列瞬間的進入到地獄模式。我們特別關心到《紐約時報》也特別點出了，其實呢，伊朗手中還有4張最新的王牌，哪4張呢？特別帶觀眾朋友來看，他特別點出了第1張，就是伊朗可能透過胡塞組織來封鎖在曼德海峽這邊的能源設施。現在目前為止，有9%的石油貿易都是透過曼德海峽來做運輸的。再來第2張王牌就是伊朗的網絡攻擊，可以鎖定的就是包括了水利跟能源基礎設施，只要一次性的滲透就可以影響到這個水的污染程度哦，立刻被污染，那麼系統也會癱瘓。等於整個民生系統都會因此癱瘓而受到影響。第3個則是打的是灰色政治攻擊牌，意思就是說，伊朗可能會攻擊屬於美國和美國盟友的這一些領事館、貿易機構，甚至暗殺這一些單位裡面工作的關鍵人物。最後則是他可能會，伊朗會攻擊包括了這一些能源的設施，對海灣的這些能源設施跟基礎設施做攻擊。而統計其實從這場戰爭爆發以來呢，已經有超過80個能源設施確實已經遭受到攻擊，當中1/3的這些設施還是被
嚴重的破壞的。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了，川普一邊說他不想延長停火，一邊又為自己爭取時間，是已經失去主導權了嗎？還是如伊朗所說的，他認為美國可能又在偷偷備戰，準備要突襲呢？那現在美方為什麼又要偷偷的備戰？是因為他還沒有準備好嗎？所以現在儲存一些時間，要為下一次的攻擊做準備嗎？委員怎麼解讀？是，我想在最近這幾天哦，美國的態度一直不斷的反覆哦。那麼當然，外界也很好奇，說為什麼當美國反覆的時候，伊朗總是願意配合美國哦，盡量的坐上談判桌。那麼我覺得，如果要來討論伊朗為什麼會採取這樣的策略之前呢，就要先看一下他們負責談判的主要代表是他們現在的外長，就是阿拉格齊啊。阿拉格齊是一個超級談判高手。他最有名的這個戰果是他曾經在2015年奧巴馬當時伊核協議談判的時候逼哭了美國當時的談判代表哦，直接在現場飆淚了。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阿拉格齊還寫過一本書哦，叫做《談判的力量》。他強調一件事，什麼叫談判？就是在菜市場討價還價。他說討價還價就是談判的最高藝術，所以你要有耐心，你要盡量的拖到你的對手失去了耐心。大家就是比誰有耐力的在拖，所以我覺得伊朗現在之所以會每一次都配合美國，你要談我就陪你談，並不是因為伊朗示弱，而是因為伊朗太清楚的知道說，唯有借着這樣的方式，他才能夠證明給全世界看，說不是我要戰就每一次的談我都配合了，然後背後捅刀的都是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你看美國還要捅他多少刀嘛？捅到最後，這個道德的制高點就站在伊朗那裡了，他就是一個完全被侵略的國家了。那第二點，對伊朗來說，他就在走菜市場買菜談判策略啊，我就開始跟你討價還價，不斷的喊價，喊到最後，喊到你都累了，你都乏了。所以我說現在的這個中場休息哦，就是一個廣告時間了，就是該上廁所去上廁所，該喝口水的喝口水，然後回來就繼續打。那麼為什麼美國要這個廣告時間？為什麼美國要這個中場休息？第一，美國到現在想不到一個好的地面戰的方法。就整個的局勢對美國很不利啊！我們在那邊分析過，不管是哪個方向，美國都沒有辦法打地面戰。那第二，川普不曉得從哪裡異想天開，他認為我封鎖你的封鎖就是一個高招，所以呢，他覺得他的封鎖可以對伊朗做變相的施壓，讓伊朗的經濟受到了衝擊。可是他殊不了解說，其實伊朗已經被他禁運了很久了，就是伊朗的民众已經是生死決戰了。你認為他還真的會在乎我的什麼工業有多少什麼生產的這個能力，我的這個平常的這個該有的這些民生這個需求我能不能滿足？對伊朗的民眾來說，炸彈隨時掉到他頭上來，這是兩回事情啊！他以為他那個我封鎖你的封鎖就可以達到極限施壓的效果，這是川普現在在玩的把戲。他認為再拖久一點，我再封鎖一下，伊朗就會忍不住了。但對伊朗來說呢，我認為我盘點一下，大家就知道說，在這個中場休息裡，伊朗是占上風的。第一，他利用了這個時間，重新把他被炸毀的什麼碉堡裡頭的飛彈重新挖出來，飛彈發射器趕快修一修，然後呢，把這個無人機在這個銷量再增加1倍，所以外界評估說，他現在的無人機的數量已經翻了1倍了，他的發射器已經恢復到60%了，他的飛彈的量已經恢復到70%了。所以對伊朗來講，第一，他整軍這個備戰了；第二，伊朗吃定美國一件事啊，這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伊朗除了地形很特殊之外，它周邊是山脈，這個中間是高原。更重要的一點是，現在伊朗進入了最熱的時間了，就是伊朗不但熱，還有沙塵暴。就是如果大家看一下伊朗的這個德黑蘭大學這個教授，這個馬蘭迪教授，他接受的這個視頻的訪問時，他說這個時間點，伊朗平時出去工作都是傍晚6點以後再去工作，因為實在太熱了。然後呢，還有沙塵暴。那所以呢，對伊朗來講，你要拖我就陪你耗啊，耗到更熱的時候，我看你美軍怎麼登陸啊？你要怎麼打地面戰嘛？就白天我們的人都不想出來了，你的人就在太陽底下曬成人乾嗎？然後第三，對伊朗來講，我覺得美國錯估一件事哦，它濃縮鈾已經60%了。如果今天你們是伊朗，你會怎麼做？我就拼了老命做核彈啊！對呀，我哪一天我宣布我核彈成功的時候，你們全部閉嘴，我就變成第2個北韓了。大家不要囉嗦了，我有1顆就夠了。所以對伊朗來講，它需要時間啊。那你更不要講。對川普來說，現在最危險的是4月29號或者是5月1號，美國國會要通過戰爭授權法了。就這場戰爭60天，美國國會要授權。如果60天時間到了，川普拿不出個所以然，然後共和黨現在內部又分裂，民主黨又全面反戰，在這種情況下，這場戰爭也別打了。
就戰爭授權法沒過，美國就乖乖撤兵了。所以對伊朗來講，大家想想看，時間到底是站在川普那邊，還是站在伊朗這邊呢？好，離戰爭授權法正式生效的時間，其實就是在5月1號這一天，所以代表說川普必須要在5月1號之前來發動行動。那剛剛其實委員幫我們特別整理了，現在伊朗除了在重整戰力之外，不管是無人機、飛彈到發射器，還有握有的就是在氣候上面的優勢，再加上我們看到《紐約時報》剛剛點出來的4點，伊朗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祭出來的新王牌，接下來美國要接招。有沒有可能會殺到他的致命弱點上？那幹哥怎麼看？我覺得他那個《紐約時報》指出來的這個第一點非常重要，透過胡塞組織封鎖曼德海峽。而一般大眾可能不太理解什麼是曼德海峽。曼德海峽其實是什麼？它就是在我們現在看這個阿拉伯半島哦，那波斯灣是在東方，那曼德海峽就是在西南方。它連接什麼？它連接上面是紅海，下面是什麼？下面就是印度洋。那這個地方是什麼？這個地方也一樣是那個世界很重要的石油生產的那個路線，就是它一定要從這邊走，它不是從波斯灣那邊出來，它就從這邊上去上蘇伊士運河啊，很簡單，就是說這2個地方其實都很重要。可是伊朗是沒有能力拓展戰線到亞丁灣的啊，就是到那個曼德海峽那邊去，但是它可以叫胡塞組織去做。你叫胡塞組織去做的話，那就有好戲看。為什麼？因為那個地方長期都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勢力範圍，那所以沙烏地阿拉伯是支持也門政府軍的，那胡塞組織就是也門的青年抵抗組織，是跟政府軍對抗的。結果現在也門的西半部都是被胡塞組織控制的，一直到海邊。也就是說，胡塞組織它可以控制到海邊那麼遠的地方，他如果能夠把亞丁灣跟曼德海峽的控制權拿下來的話，那我無差別攻擊啊！世界各國郵輪呢，通過這邊的話，只要你們是美帝的走狗的話，我就不讓你過。哇，就搞這一套的話，我跟你講，那我那個戰線就開第2個，對啊，就開第2場戰線了。所以我覺得《紐約時報》它會點出這個來，我們當然專家們會覺得說，哇，那戰線延長很大。很大，延長得很遠，至少超過1000多公里啦。那你今天有沒有這樣的人力跟物力去做這件事情？但如果說你今天做不到完全的封鎖，那你可以騷擾，你一騷擾，全世界的石油拉警報，波斯灣已經拉警報了，你再弄一個曼德海峽的話，我跟你講，我們馬上進入什麼？馬上進入世界經濟的冬天。世界經濟本來我們預測還有3個月啊。3個月之內戰爭一定要結束，不然全球經濟被拖垮。你如果在曼德海峽開闢第2戰場的話，那世界經濟馬上就垮掉。為什麼？因為大家沒有辦法再應付說波斯灣也出事，曼德海峽也出事，所以這個東西你就會覺得說好像很可怕。如果說伊朗真的有決心做的話，他做到這一點那就夠了。還有網絡攻擊，網絡攻擊這個已經不是假的。2015年土耳其大停電。誰搞的？伊朗搞的。那時候，埃爾多安總理還是想了半天，說我們怎麼會被搞得大停電呢？原來是伊朗的特工做的。其實伊朗要做的話，他還有很多方法。所以紐時他指出來這個4大法寶哈，如果伊朗萬一使出任何一個法寶，我跟你講，美國跟盟邦都要跳腳。是同樣的問題，岳老師又怎麼看呢？我對於《紐約時報》的觀點呢，就是面對了這一場美國加以色列對付伊朗的這個戰爭呢，我就心裡中就想打一個問號啊。首先的話呢，1、2、3、4點鐘啊，這個第一點呢，就是講到曼德海峽會被胡塞，記住啊，胡塞是一個反叛組織，是也門的反叛組織啊，是一個國中國啊，很像是真主黨在黎巴嫩中間的位置啊。那麼這個胡塞已經公開講，就是說為了要支持伊朗的話呢，就是要把紅海底下的曼德海峽也封鎖，而且用這個飛彈啊、用火箭啊什麼的，這個我是同意的。然後至於第2、第3點的話呢，第2點的話呢，攻擊平民、破壞水源，企圖透過污染的這種類似於化學戰、生物戰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說法其實是有間接指控的意思啊，因為我覺得這麼很慘無人道，大概也只有以色列做得出來。那第3點的話呢，就是灰色政治攻擊，什麼暗殺領導關鍵人物，這只有以色列有名的。我真的是，他講的，我都覺得我乍看這個消息，我覺得這個消息，那這個第4點的話呢，能源設施的打擊，這是伊朗說過的，只要你打我，我把所有中東地區支持美國的有軍事組織的，就算支持的方向，通通打一遍，讓大家魚死網破，同歸於盡。這是伊朗既有的政策，這是原來的消耗戰跟持久戰裡面的一個重要的政治策略。那麼我倒是覺得，我這邊提出來這個4大王牌因為這邊講到《紐約時報》，伊朗手上的王牌就是第1點跟第4點就是曼德海峽以及這個後面講的要攻擊這個所有的這個海灣國家了，也就是波斯灣國家的產油國支持美國的設置。他第一個的話呢，第1張王牌就是要補充，第2點應該是補充俄國的梅德韋傑夫他現在是安全會議主席他說伊朗的控制荷姆茲海峽的這件事情，像是伊朗手上擁有一個核彈一樣的力量。那麼這件事情講為什麼呢？因為呢，荷姆茲海峽呢，原來離伊朗實在太近了，而且伊朗呢本身呢一直是在講說，美國也知道，只要你攻擊伊朗，伊朗就有具體的合法的理由來控制海峽，否則的話呢，他就不願意犯众怒。伊朗還是有他的改革派，是不願意得罪西方國家的。所以說现在在這種情況下，伊朗完全控制荷姆茲海峽。我曾經在這個節目說過，伊朗根本不用賣油了，只要學着收這個過路費。然後接下來的話呢，就是伊朗的導彈、火箭、無人機以及導彈發射器，基本上超過50%都完好無缺，可以準備再戰的情況下，也是他一張王牌。所以大家要記住，伊朗在目前為止是屬於領先的地位。好，謝謝苑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